roll 机了没有？还没有 roll 好，我去个厕所啊。哎，干嘛？等拍完开场才去吧。好啦，开场2分钟搞定了 ，OK？ 我忍。忍一下子是 OK 的，只要不要忍太久就好啊。哎，忍太久，等一下我泌尿系统会抗议哦。什么抗议？哎呦，这个轮不到我来说，我们请专家来聊聊尿路感染。常穿牛仔裤以及如厕后的习惯，可能导致女性尿路感染。男女的病因大不同，预防的方法也不一样。听说男性前列腺肿大会造成尿路感染2种常见的药材能帮助缓解症状，中医告诉你。那反复感染又是怎么一回事？有哪些并发症呢？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李腾啊，你说尿路感染会发烧的吗？我是觉得有地方感染呢就会发炎，那有发炎就会发烧，所以当然是会。那你觉得会痛吗？应该会吧。哪里痛？喂，你问题怎么那么多哦？我们问我们的专家好不好？OK， 欢迎泌尿外科高级顾问医生林师姐，欢迎。还有我们嘉宾陈秀环，欢迎两位，欢迎。哎呀，来，请坐。请坐。OK， 今天我们聊这个课题哦，还是有点敏感呢，就需要你来问啦。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的这个尿路感染的经验呢？我觉得可能女生比较会有这一方面吧，因为我记得以前曾经上厕所就觉得好像有灼热的感觉，然后有刺刺的感觉。OK， 还有一次更严重，就是一直觉得很急，然后上厕所坐在那边完全出不来，所以后来看了医生，他说是尿路感染。通常这样的症状的话，可能它本身可能已经没有尿，不过是因为细菌导致那个膀胱发炎，所以造成你有尿急的感觉。我的印象当中，好像女性是比较容易有这个尿路感染哦。那我们就请医生来解释一下，到底这个男生跟女生他的泌尿系统有什么分别啊？来，医生。我们先谈男性，这个是膀胱，这个是前列腺，这是男性的阴茎，所以尿就由膀胱经过前列腺，从那个阴茎和尿道口这边出来，在后面就是肛门，还有在尿道和肛门之间，我们有睾丸，所以这个睾丸的话有一个输精管，它直接接到那个前列腺的尿道那边。女性来说的话，女性的盆腔内其实可以分成3个区域，在前面的就是我们的泌尿区域，就是有膀胱。在后面的就是我们的肠的区域，我们有大肠，还有肛门，还有在中间的话就是女性的生殖的器官，这里有子宫，还有阴道。看那个肛门的出口和那个阴道的出口，还有尿道的出口，其实它的距离是相当的近。通常来说的话，我们泌尿系统是没有细菌的，不过那个阴道还有那个肛门是有很多细菌的。女性得尿道发炎的几率跟男性相比之下就高出很多。我们看男性的话，男性的尿道其实长达20个 cm， 就算有细菌转移到那个尿道口，直接进入膀胱的话，也是有一段的距离。所以男性如果是说有尿道发炎的话，肯定是需要排除结构上或者是功能上的问题。也就是这个原因，所以女性有这个尿路感染的几率就比较高。是很明显。但是刚才医生也有提到说，男生如果说也有感染的话，是结构性问题啊。对，天生尿路结构或者功能出现问题，比如说肾盆或者尿道狭窄，如果尿的流通不是很顺，更糟的就是尿倒流的话，那会提高尿道发炎的几率。OK， 我们男性其实有这个前列腺。对 ，OK， 这个前列腺其实是男性尿道发炎很多时候的罪魁祸首。如果患有急性前列腺炎的话，一定要设法的根治。男人通常超过50岁以后，有58%的男人那个前列腺就会肿大，我们叫前列腺增生。如果前列腺肿大的话，那个小便呢，就没有这么顺。对，有时候会有排尿排不完的问题。那时候就会导致细菌在膀胱里面滋生，尿道发炎的几率就更加高了。对，还有多一个原因就是有些病人需要长期放尿管，这个就是尿管，插这个尿管进他的膀胱，让那个尿由那个管子导出来。对，这个尿管就能让那个细菌呢比较容易的直接进入到膀胱，造成尿路感染。
总的来说的话，如果男性出现尿路感染，那就肯定必须排除结构或者功能性的问题。那女生方面会不会出现不正常的结构呢？对，肯定了。不过就算是女性，她的结构或者功能正常的话，她也比较容易感染尿道发炎啦。其实女性尿道发炎有几个风险因素啦。最常见的就是跟性生活有关。医学上有一种叫做honeymoon cystitis， 就是蜜月期的尿路感染。如果是一个女性刚刚有性行为，或者跟一个新的性伴侣有一个性行为的话，那她产生尿路感染的几率会比较高。第二个风险因素就是避孕过失。如果女生用那个阴道隔膜啊，或者杀精剂的话，那会提高尿道发炎的几率。还有第三个风险因素就是停经后的女性，通常停经后的女性因为那个雌性荷尔蒙有降低或者转变，如果是那个细菌有变化，那尿道发炎的几率也会相对的提升。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穿那些不太通风的内裤啊，患有尿道发炎的几率也可能会提高。如果很喜欢穿牛仔裤很紧的，会不会很容易有提高风险呢？其实美国有一项研究了，它是针对200多名女大学生做出的研究，穿牛仔裤不会提高尿道发炎的几率。不过同个研究也显示，假设说一个女生比较爱穿较紧的牛仔裤，跟另一组的女生穿比较宽松的牛仔裤，那得尿道发炎的几率可能高出5到6倍。那我想问医生，女生去厕所如厕的时候，那应该由前往后擦，对吗？理论上应该是这样，是因为肛门和粪便有很多细菌，所以如果你由后往前插的话，那可能会导致那个细菌转移到尿道口，而增加尿道发炎的几率。最好是用水冲洗是最保险的，对吗？OK。当然我也听说过，女性在性行为之后呢，要及时去排尿。这样子就可以避免尿路感染。这个说法对有根据吗？这个说法 ？OK， 其实是有根据的，也是有研究显示了，如果是说你性交以后就会及时排尿的话，那可能可以降低那个尿道发炎的几率高达2到5倍。那需要买一些专门的洗私密处的一些清洁剂吗？最重要的是要保持那个阴道的干净还有卫生。我们是建议用比较弱的肥皂啊清洗就够了。如果你用太强的洗洁剂的话，那时候有可能会影响那个阴道的酸碱度，我们叫 pH 啦，就会导致那个细菌有产生变化，可能会提高尿道发炎的几率。反而会提高。所以男生跟女生啊，尿路感染呢，各自会有什么不同的症状吗？是，那中医的食要如何缓解患者的症状啊？我们广告回来再一一的讨论啊。好，稍后见。男生跟女生尿路感染的症状会不会不一样呢？我们有请林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。来，医生，对，我们来看这个尿路的结构图啦。尿路感染有分为上尿路和下尿路感染。上尿路的话，就是指肾脏和那个输尿管；下尿路的话，就是膀胱。尿道，如果男性的话，还有加一个前列腺。通常尿路感染的症状跟影响的器官有关系。如果是说肾受到感染的话，那可能会发高烧，有可能会那背的两侧会有痛，或者上腹部也有疼痛的感觉。严重的话，有可能会有恶心、作呕或者是冷战之类的症状。如果是下尿路感染的话，比如说膀胱或者尿道感染的话，比如说小便小不完的感觉、频尿、尿血。如果是以男性来说的话，如果是前列腺受到感染的话，除了以上所描述的症状，也有可能你的会阴啊或者睾丸部位有一点隐隐作痛的感觉，这些都有可能是男性尿路感染的症状。好，那谢谢医生啊。我这边有个故事可以分享，就有一个帮佣，那他其实有一次有这个尿路感染，那他不知道，他一直以为是肚子痛，就是一直给他吃止痛药，又发烧什么的又不好。他有一次呢，我太太去拍他的背，他跳起来，发现说哇好像蛮严重的，立刻送去急诊 ，X 光一照，哇整颗肾肿起来。
哦，她就是因为尿路感染影响到她的肾，然后那医生说这个要住院的。如果严重的肾的尿路感染，那个肾可能会生脓，可能需要做手术把这个脓排出来。更加严重的话，危及到生命的话，可能整个肾都要做手术把它拿出来。对，很夸张哎。那医生，我想问，就是说有一次我拿我的体检报告，然后医生说，哎，你有尿路感染，对。那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完全没有症状，有这样的事情吗？严格来说，我们不能算是尿路感染，这个应该算是说尿路带菌了。OK， 细菌有没有到感染，就是验尿的时候是吗？他会说有啊。有些女性尿路里面有一些细菌，只要是没有造成症状的话，其实不需要吃药，也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治疗。特别是那些有反复性尿道发炎的患者，更不应该因为尿路有细菌而吃抗生素。你下一次如果是说有尿道发炎的话，因为那个细菌可能因为你之前的抗生素产生了药性的抗体，那时候需要用更强的抗生素，可能需要住院靠静脉注射。所以是不能乱吃抗生素的。对，那我印象中，女生怀孕也比较容易有这个尿路感染，那也要治疗的是吗？女生怀孕的话，可能尿路感染几率可能会稍微提高一点，那是因为那个子宫，如果是说子宫的部位啊，导致那个排尿有点不顺的话，那可能会增加尿路感染的几率。特别是临产的时候，发现你的尿里面有细菌的话，那就算你没有症状的话，也可能需要治疗，是怕会影响到胎儿。对，那其实你看，我们一口气聊这么多那是不是大家都有点口渴，对不对？这是喝狗逼的时间吗？对，我印象中好像尿路感染要避免喝这种刺激性的嘛，是吗？对，除了咖啡以外，其实酒精或者辛辣的食物也应该尽量减少啦。如果你有尿路感染症状的话，你吃这些饮食的话，会加剧那个尿路感染的症状。OK， 我们今天特别请一位中医师，有准备一个茶饮的食疗来，我们一起来喝一下。好，欢迎王贵丹中医师，你好，你好，好，很高兴又见面了。是，这道茶饮是什么名堂呢？叫做通淋饮。在中医里头呢，我们把这个尿道感染呢归属于这个淋症还有腰痛的范围，因为当尿路感染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症状，像尿频、尿急、淋漓摄痛，甚至有些人会伴有腰痛，或者是腹痛。不过在中医里头呢，这个淋症呢，它说的是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，跟现代医学所说的这个淋症啊、淋病是不一样的。现代医学的淋症、淋病呢，它是性病的一种。所以你今天带来的这个通淋饮啊，对，用的就2种材料而已。是的，我们用的是车前草20克，OK， 还有这个蒲公英10克，把它洗干净，加水把它煮滚，过后呢，再用中小火继续煮，前后大概25分钟就可以饮用了。OK， 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是，这个不是用来作为一种保健的用途啦，而是在当我们出现有这个尿路感染的症状的时候呢，可以使用。大概可以喝个2、3天吧，一天可能喝2次，它能够清湿热，能够利尿，能够通淋。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，想要知道这个食疗的资讯也可以扫描我们荧幕上面的 QR 码其实它有一点点的淡淡的一个甘香味，是很好喝，好像薄荷的味道。来，再来一杯，我们的厕所很靠近，不要憋尿。对，不可以憋尿。可是我印象中，像车前草还有蒲公英都是比较寒性的。是的，这2味药呢，它都是带有一点寒性的，而且蒲公英它带有一点苦味。对，因为这个尿路感染主要是因为我们有湿热蕴结在下焦，所以我们用这2味药的配搭，能够起到清热解毒、利尿通淋的作用。医师，你刚刚说下焦是指下半身吗？对，因为下焦在中医来讲，它是一个概念。中医把这个人体分为上焦、中焦、下焦，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胸膈以上，称为上焦，包括我们的心跟肺。在胸膈到肚脐这之间呢，是叫做中焦，是包括了脾跟胃。那么肚脐以下的部分呢，我们叫做下焦，包括了肝啊、肾啊、膀胱啊、大肠、小肠。那么为什么肝会列为下焦？是因为肝能够调节这个免疫，然后能够帮助身体排毒，所以归属下焦。它是中医5脏6腑呢生理功能的一个概念来的。那我想问医生，那时候尿道感染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说多喝一些 cranberry juice，真的有帮助吗？对，就其实有医学根据的啦。因为蔓越莓里面有 proanthocyanidins 原花青素这个原花青素的话，可以防止那个大肠杆菌贴在那个尿道的细胞上，可能可以降低那个尿道发炎的几率，特别是在停经前的女性。
如果你吃蔓越莓的话，也应该加我们叫 probiotic 或者益生菌的。不过这益生菌如果是针对泌尿系统的话，也不是每个益生菌都有用的。通常你要吃益生菌的话，最好是吃那些我们叫 Lactobacillus 的乳酸菌。在乳酸菌的家族以内啊，有几种是特别有效的，比较常听到的，我们就是叫做 L. casein-rhoda， 另外一个就是 L. crispus。OK 的，另外还有 L. reuteri 啦，这几种菌群的话，都对尿道发炎比较适合啊。对，那针对这个蔓越莓汁，中医是怎么看的？中医很少用蔓越莓汁来入药，不过呢，中医对这个蔓越莓有记载，特别是它的叶子，这个叶子呢有这个利尿清热的作用。哦，不过我们在使用蔓越莓汁的时候，也要看个体的差异啦。还有比如说有一些人哦，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一些过敏反应啊，可能有些人用了会起皮疹啊，或者会引起瘙痒。是，所以还是要适量的这个饮用哈。那当然，这广告回来我会有更多精彩内容，包括预防还有治疗哦，以及中医穴位按揉的分享，我们回头见。好。有一些女生呢有复发性的尿路感染哦，请问有哪一些预防的方法可以跟我们推荐吗，林医生？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定义就是说你在半年以内有超过2次的尿路感染，或者在1年内有超过3次，我们就叫做复发性尿路感染。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蔓越莓啊、益生菌，或者改变你的生活或者卫生习惯以外，如果一个女性的尿路感染是因为跟性行为有关系的话，通常我们可能会给她抗生素吃，也就是说你行房后的那一天和隔天吃少剂量的抗生素，来预防那个尿路感染。如果她常常有尿路感染的话，可能那个抗生素会给她比较长的时间，可能长达3到6个月。我们是建议每天每晚吃少剂量的抗生素，来预防尿道发炎，希望可以从此断根了。另外一个危险的群组就是更年期以后的女性。我们通常会给她用查的雌性荷尔蒙啦，查在阴道，每个星期查大约2、3次这样。那一般的pharmacy买得到吗？需要那个医生的写信才买得到。OK。如果以上的种种都没有什么效用的话，其实最近我们有这个疫苗啊。疫苗？这个是疫苗啊？对。那是怎么样用 ？OK， 这个疫苗里面有常见尿道发炎的4个细菌啊，每天喷在那个舌头底下，喷2次这样。因为你喷在舌头下面的话，它可能保存在那个口腔的时间会比较长，有帮助那个吸收了。所以我们就会吸收掉那个细菌，有抗体这样。对，通常一罐可以喷3个月这样，就连续喷3个月。对，要喷3到6个月。什么情况下你才会给他们服用这个疫苗？如果你反复性尿道发炎，我们用了各种方法都没有效的话，就要用这个，可以考虑啦。不过我觉得你看刚刚讲那么多医生你偏心。都是女生的预防，那我们男生也要吗？男性尿路感染不是非常常见的，不过最重要的是，一旦有感染的话，一定要排除功能性或者结构性的问题。当然，如果男性尿路发炎，我们找到原因的话，那就应该对症下药。OK， 那中医的角度呢，治疗方法又有哪一些啊？是的，中医主要的治疗还是要看那个病因呐。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，比如说像湿热、蕴结在下焦以外呢，中医认为，比如说外阴不干净有时很容易引起这个细菌滋生。另外就是说，可能我们没有留意我们的饮食啊，或者吃过多的辛辣、寒凉啊，那么会导致我们身体体内的那个内环境呢，容易生热，能够聚湿。另外还有就是说，有些人可能因为长时间处于一个压力过大的状态，影响到那个情志不调，影响到那个免疫功能，也很容易引起这个感染啊、发炎啊。另外还有一些，比如说久病啊、体虚啊、老年人啊，因为肾气亏虚，那么膀胱的那个气化功能，失去了正常的运作的那个功能，所以这些等等都会引诱这个并发这个尿路感染啊。是。所以在这个治疗方面呢，像急性的尿路感染，中医的治法就是以清热解毒，还有利尿通淋为主啦，来消除炎症，
促进尿道细菌的排泄。是。那对于那些慢性的尿路感染呢，当然我们会通过那个增加肾脏的血流量，提高那个肾小球的滤过率，还有促进肾脏局部的血循环，还有加上缓解膀胱的刺激症状等等呢，来解决这些问题呀。那医师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按或者压来保护我们的泌尿系统啊？穴位按摩。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穴位哈，叫做水泉。那现在请这个医师来示范一下，但这个穴位是在哪一个地方？是的，这个水泉穴呢，它就在我们脚的内侧。OK， 这个内踝尖高点后下方大概45度，这边就是那个骨头凸出来的部分，最高的地方。要怎么样子去按压呢？我们可以用手指呢按揉，大概3-2分钟。哎，那其实就是自己就可以按压了。是的，是的，自己按压。自己按压，所以男女都可以哈。是男女都可以用的。哦，那也平时就可以按哦。这里是吗？这里是吗？这里。就在这个高点斜下去45度。哦，这里。啊，对，这个地方。敢按一下啊？有痛是代表有问题吗？啊，没问题。没有问题，是你按对的地方。哦 ，OK， 好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那多久按一次嘞？一天1-2次都没问题。这个算是一个保健，能够加强我们的泌尿系统的功能。另外，它当然也可以预防，比如说尿频啊、尿急啊，还有夜尿多啊，还有男生的这个前列腺增生。这个水泉穴有蛮多功效的，对不对？除了能够说预防，也能够有一个保健的功效。对，好，那谢谢医师的分享。那最后呢？请问林医生啊，有什么健康贴士可以跟我们分享吗？我看每天要喝足够的水啦，大约是1.5到2公升的水。除非你有心脏或者肾的问题，或者有医生告诉你不能喝太多水，不然的话，这是我们建议的啦。至于你怎么样才知道你喝够水，通常跟我的病人是说，你看你小便的颜色，对如果是清澈或者淡黄的话就 OK 了不过如果像菊花茶这样的话，就可能要喝多点水。谢谢林医生给我们带来这么宝贵的资讯。当然也谢谢王医师还有秀婉姐跟我分享许多哈，谢谢你们。哎，是的，观众朋友记得哦，不要过度的憋尿，当然也要注意个人的清洁卫生，那留意身体出现的症状，要及时治疗。是，那当然我下礼拜呢也会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哦。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，下星期再见，拜拜。